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着说，我们今天继续关注炎症的话题。在前面2期相关的视频中，我分别介绍了炎症的概念、发生过程、急性和慢性炎症对于肌肉训练的影响作用。今天我们来探讨如何改善慢性炎症，从而优化训练效果和整体健康。上期视频中，我们肯定了急性炎症的积极作用，同时也讲到了急性炎症未被解决就会发展为慢性炎症。当慢性炎症过度或长期存在时，它可能会对身体产生负面作用，例如降低运动表现，影响肌肉的恢复和生长，以及可能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。那么改善慢性炎症就要从3方面入手：训练、营养和休息。先说训练的问题，第一重要的就是严格控制每次训练的时间。对于肌肉爆发力、力量和体积训练，每次训练的时间应该控制在60分钟之内。在过度训练的相关视频中，我讲过，当训练时间超过60分钟时，无论你的训练强度如何，你的合成激素分泌都会降低，此时肌肉进入分解状态。研究表明，连续3次长时间训练可能导致1周以上的低水平激素分泌。当合成激素分泌不足时，受损的肌纤维不能得到修复，训练带来的炎症很容易发展为慢性炎症。第二个要关注的就是训练频率。所谓训练频率，就是1周内不同的身体部位训练的次数。在训练频率的视频中，我讲过，要根据不同的训练级别安排每周的训练次数。超量的频率意味着肌肉可能没有从上次的训练中完全恢复过来，急性炎症没有完全消除，再次训练，肌肉将进入到疲劳状态，随之引发慢性炎症。一般来讲，如果采用分割法训练，大肌肉2次之间应该相隔72小时，例如腿部和背部；中小肌肉2次训练之间应该相隔48小时，例如肩部、臂部和腹部。如果采用平均法安排训练，那么相隔的时间可以缩短至24至48小时。不知道什么是平均法和分割法的小伙伴，去看训练频率那期视频。第3个要关注的就是训练强度。在训练强度的视频中，我讲过，训练强度就是单位时间内做功的多少。如果不按照循序渐进原则，或者随意增加训练强度，或者随意减少训练组间休息时间，就可能造成过度训练，从而引发慢性炎症。不过在这一点，我并不担心大家的训练强度过高。据我所知，大多数人不能严格把控训练强度和组间休息时间。例如肌肉体积训练，每组之间应该休息30到90秒，一般都是休息时间过长，很少见到正确安排组间休息的训练者，所以训练强度根本上不去，也就没了这方面的担忧。说完训练，说饮食。正确的饮食不仅可以帮助减少慢性炎症，还可以提升整体健康。需要增加的抗炎食物和补剂包括欧米伽3脂肪酸，这是目前被认为最强大的抗炎营养素，主要来源于油性鱼类，例如三文鱼、青鱼、飞鱼、沙丁鱼。亚麻籽、核桃以及藻类油也是优质的植物欧米伽3来源。关于欧米伽3的问题，我将在鱼油的选择的视频中详细讲解。第2类，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，例如蓝莓、草莓、樱桃、橙子、菠菜、羽衣甘蓝和甜菜等等，能够对抗自由基引起的细胞损伤，减少炎症反应。第3类，姜以及姜黄，这2种香料含有抗炎化合物，可以抑制炎症通路，类似非甾体抗炎药的工作方式。姜黄素这种营养补剂可以在市场中买到。最后一个就是橄榄油，注意要选择特级初榨橄榄油，这样的橄榄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抗炎化合物，是减少慢性炎症的油脂。需要增加抗炎食物的摄取，当然也要减少促炎食物的摄取。促炎食物第1类就是精加工食物，例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食物和饮料，都是经过高度加工、富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，还有这些含糖量高的饮料，这些反式脂肪酸和高糖含量会促进炎症。第2类就是欧米伽6脂肪酸，虽然欧米伽6是必需脂肪酸，但是在现代饮食中往往被过量食用，例如玉米油、葵花籽油等食用油，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常吃的食用油，在中餐制作中难免食用过量。第3类就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肉类和加工的肉类，饱和脂肪酸会激活炎症通路，影响细胞膜的流动性和功能，肠道微生物菌群，促进胰岛素抵抗等等。
不过这里我要多说一句，在激素的系列视频中，我讲过，动物脂肪对于合成激素的分泌有促进作用，所以你要权衡到底要不要吃足够的含有脂肪的红色肉类。我个人的选择是继续吃，我通过增加欧米伽3和其他抗炎食物的数量来抵消饱和脂肪的影响。你会怎么做呢？最后就是休息问题，良好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清除受损的细胞和毒素，帮助调节免疫系统，防止因过度反应造成的炎症。此外，休息还能降低皮质醇的水平。如果皮质醇长期处于高水平，会加剧炎症和损害身体组织。在深度睡眠期间，身体的修复最快也最大，此时也是减少局部炎症的好时机。而且休息能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，有效减轻由压力和焦虑带来的炎症反应。因此，确保充分的休息是减轻炎症、维护整体健康的关键。在睡眠的视频中，我讲过睡眠对于训练后肌肉恢复的作用。在未来的视频中，我会讲讲提高睡眠的方法和补剂，敬请关注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训练、饮食和休息是体现训练效果的重要步骤，同时它们对于抵消炎症反应、减少慢性炎症一样重要。训练方面要注意，每次训练时间要控制在60分钟之内，把握训练频率，让肌肉在2次训练间获得足够的休息。饮食方面要注意，多补充抗炎营养素，尤其是欧米伽3、姜和姜黄以及富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，减少增加炎症的食物，例如欧米伽6、反式脂肪、饱和脂肪和高糖食物，增加休息时间和提高睡眠质量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